嗨，大家好，我是阿雷，你也可以叫我主妇。今天我们有新朋友来我们的频道玩，大家欢迎 Amy。Hello， 大家好，我是威水地产专家 Amy 郭。现在已经是下午了。我们今天一早 Amy 就很辛苦的带我们去看了3间房子，都在 Beverly Hills， 然后非常的漂亮。有兴趣的朋友呢，请去他的 channel 看一下，还有非常多关于房地产的影片。好，废话不多说，请问你来美国多久了？我是2009年来的，所以应该已经来了14年了。哇，14年哎！哦，那你还记得刚来的时候的感觉吗？我觉得刚来的时候感觉就是很陌生，然后觉得很孤单，会觉得哇，有好多东西要适应哦。虽然来之前可能已经会一点的英文的语言能力，就是可以沟通，但是还是会觉得说这边的文化，还有朋友圈啊，就是都还是蛮不熟悉的感觉，就是要全部重新适应。你花了大概多久的时间适应？我是还好，是因为我来的时候跟我老公就已经在一起了，那时候是男女朋友嘛，然后所以他是会带着我，他也是台湾人，因为他来大概已经有30年了，所以他算是地头蛇，所以他都会照顾我。因为我来的时候还去念语言学校嘛，还去念社区大学，后来念正式大学这些，其实这个过程重新当学生这件事情，其实让我还蛮不太能适应的。比如说我要读数学，可我要用英文念数学。然后我念物理，我要用英文念物理，对，然后用英文念历史，其实那时候觉得挺艰辛的，然后就是要学怎么写英文的 essay 啊，就是我觉得这些花蛮久才适应的，大概我觉得至少也要1年吧，这段时间也蛮不容易的，感觉是重新学习一个语言，虽然你有那个基础了嘛，但是还要再学不同科目，真的是蛮厉害的。那是什么样的心情让你觉得你可以坚持下去呢？就我老公一直你老公 push 你吗？也鞭策我，对，因为我老公他就是一个他蛮虎爸的，我觉得，真的，因为他妈妈是虎妈，所以他在盯我念书的时候，就好像在盯小孩。我那时候曾经就是晚上隔天要期末考，对，然后我就很累，我想要去睡觉，他会逼我，就是你把这一题算完，你才可以去睡。我那时候还哭，你知道吗？我的天哪！对，我说我不要算，我不要算，剩2题我不算。等一下，你那时候几岁？我那时候应该是24、25，我已经很老的时候才开始又重新来美国重新念书。对，所以我就很不能接受。结果最惨的是隔天就考那2题，我就没算那2题，我就去睡了。隔天就考那2题，然后呢，我当时很想要进 UCLA，可是 UCLA 非常难，就是你可能 GPA 要4.0满分，甚至是超过那种才可以。然后我那时候就数学就拿了 A， 就那2题。所以我那时候后来我老公常会刁我说，你看我那时候叫你不要睡觉，你就要睡觉，蛮辛苦的。对啊，很高兴你熬过那段蛮难的日子。不过后来到了第3年、第4年的时候，就是上 UC Irvine 之后。我觉得我对读书就已经拿到诀窍了。就第1年的时候可能还在抓。其实我那时候念社区大学的时候成绩也都还不错。因为那时候转到 UC Irvine 之后就没有转学的压力。因为那时候一开始你前面2年社区大学念完，你要转学的时候其实就是你要很担心说能不能进 UCLA 啊。那我那时候就没进，所以我就跑到 Irvine commute， 就开1个小时上课。好辛苦。对，那时候很辛苦。但是就是后来就习惯了，因为也就没有再升学的压力了，感觉就是我老公说，就是你那个时候拿 B 就好了，可以就好了，所以就比较轻松一点。我知道你现在是在做房产经纪人，当初是怎么样踏入这一行的？我一开始刚毕业的时候，本来有想要去外面找工作，但是就没想到就突然怀孕了。我其实已经拿到 offer， 然后可是就突然怀孕了，我就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所以我就跟对方说，那我可能就不做了，然后就专心怀孕生子。然后生完小孩了之后，其实我蛮不适应带小孩的生活。当时跟老公也因为母奶，或者是因为带小孩子，然后自己也很累，因为其实生完了之后真的是没得睡，然后就挺累的，就不能适应。然后所以我就跟老公说，希望可以把小孩子送去 daycare， 然后我可不可以做别的事情？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那不然你就去考个地产经纪的执照，那这样我们家以后自己买卖房子的话，也有人可以帮忙照看一切。因为他们以前自己的房产经纪就是那种妈妈的朋友，然后是那种阿姨熟人，对，阿姨类的，然后就可能不是非常专业对，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没有人在保护他们，所以他们就觉得说你懂的话，我们就安心，自己家人懂。所以我那时候去考了执照之后，就发现说，
这就像考驾照一样，你有一张驾照不代表你会开车，对，所以我就发现说我不懂的还很多，所以就有进公司，然后在学习的时候就非常认真学习，就把我以前念书的那些本领全都拿出来开始念，然后就把很多专业知识都学得很好，因为我当时就想说练这些技巧是因为有一天我们自己交易的时候可以保护我们自己，所以我就很认真的念，就这样子开始。还是说你老公也有在盯你？没有，那个时候就没有，他就没有在盯我了。那时候就变成是好像我那几年念书的时候就已经奠定我这个养成那个习惯，养成那个习惯就是比较追根究底，然后就是要把所有东西搞得很清楚，所以那时候就是这样子蛮认真学习的，然后他也没有给我什么经济压力，说你一定要赚多少钱回来，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想要把这个东西好好学好，也没有想说要去争取很多生意这样子。做到现在已经第几年了？第7年了啊，第7年，可以告诉我们你一天的 schedule 像什么样，时间怎么安排？我时间怎么安排？大部分就是我早上起来，有一阵子都是我在用小孩子的早餐，但是最近我比较忙，就最近都是我老公在用小孩子的早餐。那我起来的话，我就会自己先做我自己的运动。对，我每天早上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先把运动做完。运动做完了之后，我就会洗澡啊，可能吃早餐，然后之后就会开始看 email， 然后就会开始管所有团队的东西，就一路上就一直就开始工作了，回简讯、email， 或者是会出去秀房子，然后会去跑外务这样子。但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的作业比较多是在电脑面前。然后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些 social media， 然后可能会在家拍，或是会出去拍，都会有。然后就是差不多到了3、4点之后，就会开始 try to wrap up那个 for the work， 然后就会去接小孩。对，现在大部分也是蛮常我老公接啦。有时候我就一路工作到晚上7点，我也没吃饭。哇，讯息量很多。对，我们团队的客户量蛮大的，所以就是一整天就是常常一直在回讯息。那周末或是接白的 consultation 这一类的。周末会有时间吗？周末我们是固定礼拜6休息但是常常没在休。休假的，因为其实周末都是蛮多看房子的对啊，对，所以周日是一定不能休，周6我会试着休。对，有时候会跟着老公他们有在 family day， 可是其实都一直在回讯息。工作听起来是蛮忙的，你这样子有办法去 balance 你的工作跟家庭吗？我觉得其实蛮难的。就是我老公常都跟我讲说，他连跟我讲话的机会都没有。对，就是他说客人跟我讲话，或是我团队的成员跟我讲话，可能都比他跟我讲话多。然后常常我们的朋友都会觉得说 ，Amy 都不知道他们家的任何旅游行程，或者是孩子去上哪个夏令营什么的，他们都要去问我老公。对，因为都只有我老公知道。我们2个就是常会到了很晚，都没什么机会讲话。对，那这点我觉得蛮对不起他的。可是前几年的时候还比较可以 life balance。对，除非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就还行。可是我有试着 life and work balance， 可是因为我真的太工作狂了，所以有一点难，我会努力改进。其实这一题呢没有在我的问题里面，但是我想 surprise Amy 一下，你可不可以用1个字形容你现在的状态？1个字形容我现在的状态？对，我觉得我现在在一个压力很大的状态。如果你要我1个字的话，就是压力的压。哇，对。是因为这几年才开始压力很大吗？还是工作带来的压力吗？最主要，我觉得我以前自己一个人很拼的时候，我的压力可能是来自于客户满不满意，开不开心，这个 deal 顺不顺。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2年多了，我都有开始在带我自己的团队，所以我觉得我最大的压力是来自于要带团队。比如说好扫地好了，我以前是一个人扫。把它扫干净，我现在是必须要确定团队的人可以好好把这地扫好，所以我就是常常要盯着他们做，然后如果他们没有做好，我就要再自己下去重做一次。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目前给我的压力是最大的。你一方面你担心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很好的 deliver 给客户，一方面就是要跟团队的成员沟通，又要害怕他们伤心难过，因为你要指出他们哪里扫得不好，他们扫得不好，然后你还要再下去扫，然后还有就是团队的人他们都需要休假。但是老板是没有办法休假的，对，就是他们只要有任何人休假，我就是要去贴班的人。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最大的压力是在于养团队、照顾团队、管理团队。现在这个阶段，但是 at the same time， 你要维持高的服务品质，
我觉得这部分是我压力最大的。对，不能松懈，对不对？老板要自己是最努力的那个人，而且管理人真的不容易。接下来的问题呢，如果你要在美国买房子的话，千万不要转台。接下来这些问题就是关于美国房地产还有生活相关的。那这些问题呢，全部都是 Amy 提供整理给我的，因为我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在讨论说，访问的内容想要走什么样的方向？他就说，其实你知道吗？我有很多客户常常会问我一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整理好一次回答给大家，好，都是很实用的哦。我们最近在35线上赏屋 TED 的影片里面有看到你去看超漂亮的豪宅，请问你只有卖豪宅吗？没有，我们因为35的团队特地从台湾飞过来嘛，那这么大老远来，如果都带他们去看一些100万美金、60万美金的房子，就是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看头。是，那我们就去约一些超级 super 的豪宅，对，让他们拍，就觉得说，好像观众比较少有机会看到这样子的豪宅。但是我们实际上不是只有卖豪宅，虽然说我现在有代理一个大概1500万美金左右的豪宅在 Pacific Palisades，我们这个房子超漂亮的，就是喜欢的人可以到我的网站去看。那只是说我们平常最大宗的客源，其实还是落在60万到300万美金左右这个区间。60万到300万哦，对，所以其实40万我也有卖过，对，只是因为我现在住的这个区域这边，我们这边平均的房价是独栋屋的话是200多万，所以就是说我开车1个小时以内可以到的有40万的房子，要到南边像 Torrance、Gardena 往那边过去，或者是再更往北，那个地方是我开不到那么远，serve 那么多人，是，对，那不然的话，我们其实是不会在意说客户的价位，只要是1个小时以内我跑得到的，我都愿意接。你如果想买房子的服务，都可以找 Amy。谢谢。接下来是很多人问的，想要移民美国，有推荐的城市吗？很多人想要搬来美国，就是没有任何资讯的情况之下，问我说，有可以推荐哪个城市？可是如果因为我住 LA 嘛，对，所以我可能就会以 LA 为主，我就会跟他讲说，如果你是要住别的城市，你可能需要去问其他人。是，但是如果你的目标是 LA 的话，我这边可以给你介绍几个城市。可是我有一个条件是，你必须要跟我聊你的生活习惯，然后你的目标。比如说很多人是要带小朋友来念书，然后他们要有学区，然后还有他的预算，还有他喜欢的 lifestyle， 跟像我们今天去 Beverly Hills 看嘛，就是你是喜欢 commercial 还是你喜欢山上。所以我一般来讲，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我觉得他不是一个答案，他必须要量身定做。对，要看他本身的情况。对，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都只是以一个general 的 idea 来讲的话，大部分人还蛮喜欢尔湾的，就是 Irvine。那 LA 的部分的话，就是我觉得像我们这边 Westwood， 或者是像如果你比较喜欢住东边，就是华人的食物比较多的话，比如说像 Chino Hills、Chino 啊，或者是 Roland Diamond Bar 这几个区都也蛮多人喜欢的。对，我觉得真的是完全看你自身的需求。看你有没有小孩，有小孩很在意学区。对啊，像我跟我老公目前没有小孩，所以我们住哪里都 OK。真的就是需要量身定做，所以如果真的有观众需要的话，我会建议真的是把你的资料详细的打给我看，那我才可以跟你建议说 based on 你这个情况，可能哪几个城市你可以调查看看。对，所以大家记得吗？就是如果你想要得到一个很明确的答案的话，你就把你的条件很仔细的写下来 ，email 给 Amy。可以，对，他就可以回答你。好，接下来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人问的，哪里治安最好？对，这个治安的东西，首先我都会第一个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罪犯这个东西，他是开着车到处跑，所以呢，不是说你住在一个平均治安好的地方就完全没事，可是那当然会有一个 general 的一个 feeling 嘛，比如说像 downtown LA， 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地方比较乱一点，蛮恐怖的，对，就可能流浪汉会比较多啊，可能会有很多就是流浪汉在路边就是露营搭帐篷，就在 LA 真的这个情况是还蛮严重的。那不是说有露营的地方就治安很差，可是downtown LA 确实是治安相对大家比较有疑虑的地方。那比较安全的地方，比如说像我自己是觉得说 Pacific Palisades 挺安全的。那 Beverly Hills 我觉得也挺安全的，然后 Torrance 啊，其实我觉得西边蛮多城市都蛮安全的，东边也有很多城市不错，可是治安这个东西其实有网站你可以去看，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
看是一个数字，可是你可能实际开车去绕过之后，这个感觉自然好不好，有时候是主观。对，因为像我有一些台湾的朋友，他们会跟我说。比如说看新闻好了，或者是看有一些人的 YouTube 影片，他们会故意专门去拍 Skid Row 那边，Skid Row 那边就是有很多游民这样，所以他们都会觉得说，天哪，美国看起来好不安全哦，美国可以住吗？我们连去玩都有点担心这样子，对。但是其实就是像 Amy 说的，其实每一区它都有安全跟稍微比较乱的地方，我觉得真的要你自己开车去那边看最准。还有2个重点是，第一个是你自己本身都要有危机意识，保护自己，不管你去到任何区。对。那第2个部分是，比如说像我自己现在住的区是叫 Westwood 嘛，然后很多人很喜欢的尔湾，他们可能也觉得治安很好。像我自己住在 Westwood 已经14年了，我就觉得说这里很安全。但是这里我们还是会常常听到哪个邻居家被入室抢劫，然后或者是我们这边其实还是会有流浪汉，毕竟还是 LA。对。然后像比如说尔湾好了，我曾经真的遇过同一条街上有一个房子连续1个月内被抢2次，然后越尾的同一条街还又被抢了1间，好惨，很惨。那你说尔湾治安是好的啊，对啊，可是这种东西真的就是还是有可能会发生啦。就是你自己平常家里多装一些 camera， 装保全公司，这些还是蛮重要的。有没有 off market 的房源 ？off market 是什么意思？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吗 ？off market 的房源的意思就是还没有上市场，就比如说你在 Redfin Zillow 上面，你会看到它 po 出来嘛，我们现在开始卖了。是。那可是有一些屋主，他可能觉得说，我现在还没有马上想要PO 上网，那他就会说 Amy， 那你私下帮我兜售一下或者是说有一些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他们还在装修，可能要1个月后才上市，那可能我们认识一些 agent， 我们就会问他说你最近有没有还没上市的，先让我的客人看，那就会有一些这种所谓的没上市的房源，或者是他还在盖，就是未上市房源有非常多种类情况，也有可能是离婚，我现在不能让别人知道，对，有很多不同的 reason， 但客户很喜欢问，是因为他们常常在网上找的时候，他们就找不到。然后就觉得说，有没有什么更多选择？对，而且他们有时候会觉得说，你每次都丢在市场上房源，那我自己去看之后，我自己去看 Redfin 也可以啊。就有时候会有这种想法，那他们就会很想要听到未上市的房源的消息。可是其实未上市房源可以帮他问，但是呢，很多时候我都会跟客人讲说，已经上市的房子有几百间，都没有一间可以合你的价位跟合你的胃口，那你怎么会觉得说未上市的房源区几间有可能会是你的真爱？其实这几率问题嘛，对。但是因为很多人就是吃不到的就是最好吃的，对，所以就会很想要听未上市的房源的机会。我可以懂这个心态。然后如果客户他真的很确定，我就是要买这个区，就是这个价位，那我会去帮他找，我会去问所有我认识的 agent 有没有这一个区，或者是我会甚至去帮他敲门，发传单说这区有没有谁要买。那这个部分是我们可以做的，可是他必须是要很 particular， 他已经完全知道他想要什么了，对，不然大部分的卖主他应该都还是把房子放上，是他可以得到最多 potential 的 buyer， 那他才可以卖到最好的价格嘛。还有人问 Amy， 我的薪水这么多，请问我可以买多少钱的房子？这要怎么计算？一般我会先跟客人解释简单的规则，那还是会请他就是一定要去跟一个贷款专员正式的聊过，因为我们其实也不是很想知道客人1个月赚多少钱。等一下真的吗？对，因为其实挺不好意思的，尤其如果你是我的朋友，然后你一来想要买多少钱的房子，就得告诉我说你1个月赚多少钱，不是挺尴尬的吗？我以为说你要把你的财务的 information 告诉 agent， 所以他可以帮你找一个适合你的价位的房子，不是这样子？没有。其实我是很希望让客户觉得很舒服的，就是其实我不需要知道你的财务状况，我只需要知道你跟你的贷款专员聊完了之后，他说你大概可以买多少钱的房子，比如说你可以贷款300万好了，但是你不一定想要全用光啊。对，那你说其实我 comfortable 是买150万就好了，所以我们只需要讨论想要买多少钱的房子，但是我不需要知道你1个月赚多少钱，因为我自己是还觉得这个挺 private 的，对，所以我就会尽量少跟客人讲这个东西，但是我会跟他讲一个简单的规则。那我现在就解释给你听，比如说1个月你赚1万块，是银行借你钱的想法就是，我现在要借你100万好了，然后你1个月赚1万块，那我就会分析你这个人会不会有可能未来不缴贷款，所以1万块呢，我只希望你的4300块是拿来付你的月付额，所以这是基本简单的数学，所以就是说他认为你还有5700需要拿去付你的
现在的房租，或者是现在的水电，或是你的车贷，还有其他的东西，所以就是43%可以拿来作为月付额。那很简单，就是你可以在手机里面 download 就是那种 mortgage calculator， 就是贷款计算机，然后你里面按进去之后，它就比如说你看我这边价钱设100万，down payment 我设20%，然后 interest rate 多少，然后 property tax 大概多少，然后 HOA 是多少，保险多少，它就会帮你算，比如说一个月。我们现在是用100万的例子嘛，是一个月的月付额就是6733，包含所有的 HOA 保险，对，然后包含利息什么的，这个就会是你的43%。所以你如果要买100万的房子，20% down payment， 现在是6.5左右的利率的话，你一个月如果是月付额要6700的话，你就要赚差不多14000、15000，你就可以买大概这个价位月付额。那所以是不是比如说，我现在跟我老公想要买房子，我们第一步是先去找 loan officer 吗？对，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学起来了吗？对，因为主要是说，比如说我们薪水的组成1万块，可能有8000是底薪，2000是奖金，那2000银行是不算的，因为他觉得你可能有时候有奖金，有时候没奖金。对。那万一你没有奖金的时候，你就不付钱了，他就被倒汇了嘛。所以银行其实就是要真正看过你资料，才可以跟你讲说，那你到底可以借你多少钱？他们就是会算你的负债比，有些人还有助学贷款啊什么的，就是那些都要算进去，就是你必须有一个安全的比例去付那个新的房贷，他才愿意借给你钱。是，所以先找完 loan officer， 然后都拿到你的资料之后，再去找一个 agent。我会觉得先找 agent， 然后 agent 可以帮你推荐一些 loan officer， 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个行业打滚很久了，我们大概知道哪些人比较给力。也是。然后我们也会根据客人的情况跟他介绍说，因为像你如果是贷款金额比较大的话，就要找美国的大银行；贷款金额比较小的话，找 loan broker 或者是大银行都可以。那也会根据他的贷款的金额，也会跟他讲说，比如说贷款金额如果是比较大的，就可以做 jumbo loan， 就是大银行会比较 advantage。可是如果它是小额 loan，30-40万很少，那 broker 有时候会有蛮好的 deal。所以我觉得先找一个给力的地产经纪之后，他就会给你一个给力的，他会给你很明确的 direction。对，很棒。接下来的问题也是跟贷款有关，请问我可以用第一次买房的优惠贷款吗？这个真的非常多人问。那这个问题的话，就是第一次买房的贷款大部分都是政府提供的，就是说以前早期是给你补贴一点点3%，可是现在就是补贴到20%。可是它的规定就是挺严格的，比如说你必须是在中位数的收入。就比如说，如果你是在 Los Angeles， 然后中位收入是1年8万美金，那你就必须是在这个8万美金以下的人，你才可以申请这个东西。然后他还规定你要去上课，上什么课？就是上一些基本的知识。然后再来就是你这个20%，它虽然是借给你嘛，就是你卖的时候还是要还它，而且那个20% 卖的时候如果有涨的话，那个也算政府赚。对，就因为他帮你付20% 年利息借给你嘛，那你就等于不需要出自己的头期款。但是这一类的贷款有一些问题，就是第一个它数量有限，第二个它申请的时长比较久，然后再来就是有时候因为没有什么人申请过，因为我们也不可能说去看客户的 profile， 他们财力状况怎么样，你就会有一个变数，说不知道说是不是真的可以拿到这一笔款项。因为像前阵子就是那个 Dream Home 的那个贷款，就是超多人在申请的，结果几乎都没有什么人拿到，因为大概一出来的10天还是5天内就全没了，那全部的资金就马上被抢光。所以那时候我们带了蛮多，就是像申请这个 first time home buyer 的这一类的，就是有 benefit 的 program 去买房的时候，都遇到蛮多挑战的。对，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会挺辛苦的，因为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供需房的 market 都是 sellers market， 就是供需的话供比较少，然后需要的人比较多，所以就是抢房的时候，大家都希望说把时间缩短。然后要加很多价钱。如果说你手上没有自己的 20% down payment 的时候，你在加价的时候也会比较辛苦。然后再来是你写合约的时候，你要把天数写短也比较难，因为你很多不确定性在你的贷款上面嘛，所以抢房的时候是比较辛苦一点。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自己也很好奇，就是感觉在美国当 homeowner， 你好像东西坏掉维修很多事情要自己来，是这样子吗？还是说有什么很让人家可以信任的服务要去哪里找？
这个就是说，大部分人会选择自己来，是因为觉得很贵。对，比如说你找人家来修马桶，一次出勤费可能就是95块，或甚至是150，然后他来，他只是看一看，然后他可能手帮你搬一搬，哎，修好了就收你150块。然后我们在美国这边其实赋税很重，我们赚钱很辛苦，就会想要省钱嘛，对，那就会自己想办法修。其实从以前我们 own condo 的时候，我就也常常遇过很多维修问题，我也是觉得超困扰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去哪里找 vendor， 对，谁是可以相信的，对，然后你就会直接找认识的人问嘛。可是认识的人他们其实也不是专业，然后他们介绍给你的也不怎么样，对，所以我以前自己也蛮惨的。可是到13年我搬到这个房子之后，我就开始后来也做地产嘛，然后就开始对维修的东西越来越熟的时候，我就知道要怎么找人，然后所以我手头上就有很多 vendor 啊。那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用 Yelp 啦，就 Yelp 它现在有一个功能很棒，是你就是你想要找这个维修的东西，一次可以多次多个 vendor 发送，然后就会有人回你，然后你就可以看它的平等嘛，我是觉得还蛮好用的。但是就像你去吃餐厅，这星星等很好，有时候还是会遇到雷电，所以 vendor 这种东西在 Yelp 上找，我觉得至少不会是骗人的。如果它星星很多，有可能是服务不是那么好还是什么的。那维修的部分，我觉得确实很多人对维修知识真的非常弱。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我自己对客户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所有维修的问题来问我，我几乎都可以帮他们有解答。要找谁，要怎么修，修的时候要先修什么，顺序也很重要。哦，对，比如说有些先动，有些不能先动，会影响到后续的工程。对，那这个很多都是我一点一滴，每一次遇到一个新的状况，我会去跟 contractor 请教，跟 vendor 请教，然后慢慢一点一滴学起来的。所以如果有维修问题可以来问我。维修问题，对，我可以理解大家对于要成为 homeowner， 然后要自己负责任去保养维修的那个恐惧、焦虑的心情。对，可是我们现在很幸福，我们现在有很多免费的 YouTube，你只要上网打怎么修马桶，然后你这遇到什么状况，我跟你讲，有很多人跟你有类似的状况。对对，就是其实都是可以给你一些guideline，即便你没有 Amy Go 可以问。我自己也都是这样一路自己靠 Google 做功课，对啊，然后再加上问一些专业的人跟经验这样。对对对，大家现在你遇到问题，先去看 YouTube 影片。对，先去看可不可以找得到答案。如果你不能 handle 的话，你再去找专业。那洛杉矶你可以稍微来问我一下。对对对，我们之前有遇过观众以为我会去帮他维修，对，他全部怎么会？不是这样，我是说，如果你比如说你现在家里马桶漏水，还是你遇到什么，你可以拍个照，拍个影片，你跟我讲，Amy，我现在遇到这个状况，我要找谁？那我就跟你讲，你这要找 license plumber， 你这要找比如说 contractor， 你需要找一个除霉的人先来除霉，就是我会跟你稍微讲一个顺序。对，那我这个只是义务帮忙啦，就是因为我只是体谅说大家真的好像很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对对对对，你这很佛心哎。对，因为我自己以前太惨了，所以你可以体会人家不知所措的那个感觉。所以如果我能力范围，我就尽量帮。但是要有礼貌。对啊，对对，有维修问题可以请问 Amy， 但是写清楚。但是不要误会，他不是帮你修的那个人哦。对对对对，我会跟你讲说，可能应该要找哪个专业。对，好，那接下来是关于比较生活轻松一点的问题，请问一下，要去哪里找好吃的？因为我老公超爱吃的哦，对，人家会跟我讲算那个紫微斗数说什么八字里面有食神呐，是，然后我也是有这种东西啊，所以我们两个当初结缘的时候也是就超爱吃的。我自己在西边也成立很多社团，都跟吃有关。然后我们自己也很喜欢四处去乱吃，所以很多人会来问我们好吃的美食的东西。我老公他自己就是有一个类似像一个 sheet， 因为常会有粉丝去问他说，哪里什么好吃，然后他自己就会丢那个 sheet 给人家。那 LA 这边或是日本东京、京都可能可以来问我们，但是一般去哪里找好吃的，其实我也是像大家一样，在小红书看看啊，然后各个社团看一看啊，就是有别人的推荐，可能就会去试试这样子。你们呢？你们都怎么找？我们这么找，我想一下哦。我老公很喜欢用Yelp，可是我不爱用Yelp，我喜欢用 Google Map，就是 Google Map 它会有 review 嘛，我会大概看一下，然后看它的照片，还有 YouTube。对，我就是喜欢看人家先去吃，然后看一下菜色，如果还 OK 的话，那我们就会去试试看这样子。我觉得大家好像都是，或者是朋友推荐。朋友推荐，我现在不太相信朋友推荐。
因为我刚刚在吃饭的时候才跟 Amy 聊，之前我朋友推荐我们，就说多好吃，这在 LA 是最好吃的意大利面，你们一定要去吃。结果去吃，我煮的比较好吃。不是我自己这样讲，我老公吃，他真的觉得，这家没味道，你在家里煮的好像比他有味道，就是至少比较有味道啦，不一定会比较好吃。所以我现在不太相信朋友推荐。我觉得要找朋友推荐，必须要找口味趣味相投的朋友。对，也是跟吃有关。请问一下，要怎么样预定很难预定的餐厅？对，这是最多人问我，因为我常会去吃一些不管是 LA 或是日本的预约困难店。那预约困难店，我们先讲LA 好了，就是 LA 现在最难预定的就是 Hayato 这间店。那 Hayato 就真的很难订，那因为它是每个月的1号去订下个月的位置，所以你每个月的1号早上10点开卖的之前，你就要把所有的信用卡资料全部输入的很好，然后10点一开卖，你一按开，有任何 day 几个位置，你就是马上拿，你就是不要一直幻想你可以拿到3个位置，你可以拿4个位置，你可以拿到2个位置，然后你可以你要的那一天。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大概10秒钟之内就已经被抢完了。对，所以很多人问我Hayato，就是答案就是这样子，就是你要遵守那间店的预约的规定。比如说他就是上个月的1号订这个月的，然后你这个月在那边说我到底怎么订，当然是订不到啊，就是你要去查他的规定，然后呢就是不要贪心，就是有什么就拿什么。对，因为像很多人那边一直想我只能假日去，对，假日就全部的人都要假日，你怎么可能抢得到？对。然后那日本预约困难店的话，那就是日本它其实有很严重的邀请制。那这种邀请制的话，就是你真的必须要找到朋友是去吃过的，然后他还是熟客，他经常偶尔就是可以回去，然后你要请他带你去。听完你这样讲，我觉得我还是在家里吃泡面就好了。接下来这一题就是跟个性还有别人。你继续。刚那个预约困难店还有几个诀窍忘记跟大家讲。在日本的预约困难店其实有很多网站，比如说像 Table O 还有 Omakase 这几个，就是它是有专门去帮你订这些困难预约店，也不是100%，而且你 day 就不要太挑。对，然后那些都是要付费的，就你要成为会员，然后就是才可以在里面订一些预约困难店。除了说，如果你真的完全不认识日本朋友，可以带你去，那就是找这些付费的方法。还有听说有 American 黑卡 ，American Express 黑卡，对，我听说有可能他会帮忙。对，他可以代订这样子。那接下来这一题，竟然怎么会有人问你这一题？他说 ：“Amy，你是不是超级在乎别人的想法，特别脆弱？”对，因为我常会分享我哭了。对，因为我常就是会分享蛮多脆弱的故事，就可能我今天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可能就会说。我就挺难过的，挺伤心的。然后其实我会分享很多脆弱的一面，有时候我也会分享的内容就会让别人觉得我好像很在意别人的看法或者是感受等等的。所以很多人跟我不熟的遇到我，就会常会跟我讲说，就是对你的第一印象就觉得你很爱哭，然后很在意别人的想法啊，不要那么在意别人的想法啊，没事，会劝你啊。对，常会有这种 feedback。那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真的。那我觉得我也。本身我就是从以前，然后现在就是蛮 sensitive、蛮脆弱的一个人。可是我觉得我在做业务的7年当中，受到蛮多挫折的，所以有越挫越勇的迹象。虽然现在还是蛮爱哭的，对，有时候我摄影师会前几年我在发文的时候，他还说你今年哭了没啊？就是会开玩笑。可能是因为我是女生，所以我就是不介意表达出我脆弱的一面，因为我就觉得说，大家都会有脆弱的一面，那可能我分享的东西，别人会心有戚戚焉。对，其实我觉得你这样子抒发你的情绪跟压力是蛮健康的一个行为。压抑太久，然后都不让人家知道你脆弱一面，其实那个很容易爆炸。其实主要是我觉得现在的社群媒体还蛮毒的，就是说大家都是只报好不报坏，对，然后就会形成大家就会觉得说好像别人的生活都很顺，只有我一个人不顺，然后我是一个 loser 还是什么的。现在的社群媒体越来越多这种share脆弱的分享，其实欧美现在是很流行的，就比如说很多人会 po 那种肚子很大的照片啊，就是跟你讲说这才是现实生活啊什么的，就是我自己是觉得这个蛮健康，但是我觉得好像男生比较不能接受。因为男生就是社会，就是刚才你就是要坚强啊，男生给他们一个既定的一个 stereotype。对，所以我觉得男生都还蛮憋的。说到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跟我老公比，他的个性就很容易哭。真的吗？我在这里讲出来会不好。他
其实是怎么说，就是遇到难过的事情，他不会害怕表达出他比较脆弱一面。其实我很 admire 他这种个性，因为我是会假装坚强的人，但是就私底下可能遇到很痛的事情，就是很难走出那个伤痛。可是他的话，我觉得我发现他的好处就是，他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他可能会稍微流一下眼泪，然后过一段时间，又好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们这样是蛮健康的。对，我有发现就是我自己很会表现出来，可是其实我今天哭完了，然后我隔天就没事，然后别人还说，你昨天不是还在哭，你怎么那么快就好了？对，我是这种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哭不是一种脆弱或者是不坚强的表现，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抒发你的情绪的管道。好，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请问一下，如果大家有什么房地产啊，或是维修方面，或者是美国生活方面的问题，在哪里可以找到你？可以来我的脸书，然后或者是 email 到我们团队，或者是填我们 Google 的表单，然后我们会再找时间，就是跟对方联络这样子。你有提到你的 YouTube channel 吗？对，我们 YouTube channel 就是也可以来看看。然后我最常出没的地方其实是 Facebook。对，因为我是很擅长写长文嘛，所以 Facebook 可以让我比较可以尽情的潇洒我的长文。那 Instagram 的话就比较常会发一些动态，然后 YouTube 的话就是比较长的影片。那请问你有出书的计划吗？有。我觉得很需要你可以写一本关于什么房地产的知识相关的啊。对，其实我一直想要写书，对，但是就是像我前面聊的，我一直就是卡在我的团队的管理里面，忙。对，我现在就是压力大。对，这是我觉得我也是把它当成一个成长的阶段，就是我现在这个阶段就是管理团队是我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很多东西会被我放到比较后面的 priority， 可是 it's on my list， 只是不是现在马上做。但是我是真的很想写书，而且我这辈子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就是靠写作赚钱，不是说赚钱，就是只写作。对，虽然我也可以做影片，可是我其实是比较喜欢书写。那祝福你有一天可以做到你想做的事情，出书。谢谢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Amy， 还有她的团队 Cheryl 跟 Amelia， 他们都是很好一起 hang out 的人，所以赶快报名好不好？去他的 channel， 他有一个活动，就是他会带你一天看一个地区3间房子，然后去吃好吃的东西，非常有趣的活动，赶快去跟他报名。好，我们今天谢谢 Amy 咯，好，谢谢，你人超好的，拜。压不到。You got me exclusive. I'm so high up and lucid. You take me to a safe place.